乌军南线攻势取得关键性胜利，在大诺沃谢尔卡方向拿下乌罗扎因，有望打通前往马里乌波尔通道，甚至是威胁托克马克。俄军将逐步失去整个南线的主动权。问题来了，乌罗扎因的位置为什么那么重要？目前俄乌整体战局如何？8月13日，乌国防部发布了2条乌军在乌罗扎因的战斗视频。不过，与其说是战斗，更不如说是狙击。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俄军士兵在没有任何装甲车辆的保护下，沿 T0518 公路向扎维特内巴赞尼亚方向逃跑。乌军则是挨个点名，并且使用集束弹药轰炸俄军。T0518 成为了新的死亡公路。问题来了，乌军是如何拿下乌罗扎因的？在火力军看来，第一点是兵力优势。就南线战事而言，就马约尔斯克是一个闸门，乌军拿下了之后，进攻就有了依靠。而乌罗扎因正是倒下的第二块多米诺骨牌。乌军在就马约尔斯克投入了大量的兵力，比如乌军陆战队37旅、王牌116旅和117、118的2分队，以及北约亲训旅23旅等等。攻下就马约尔斯克之后，乌军就开始对乌罗扎因动手了。8月初，乌军越过莫克里亚利河，攻击乌罗扎因的西侧，对俄军基本崩溃的防御工事进行炮火攻击，目标就是分割俄军在此地的守军。8月8日，乌军联合部队开始清理乌罗扎因以北的雷区，并攻击定居点北郊的战壕。到8月10日，第37海军陆战旅就突破了这些防御工事，向村庄进发。随后，乌军从第3537两个旅抽调兵力，组成联合部队，在第55旅的炮火支援以及第1坦克旅的装甲支援下，以超过100人和20辆战车的兵力，向俄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防守乌罗扎因的俄军部队有第36集团军以及第40海军步兵旅、第247伞兵团以及卡萨卡的营和东方营，总兵力还行，但是这些部队长期在弗雷米夫卡突出部作战，消耗很大，战力不是很强。就比如负责防守的第40海军步兵旅基本上都有伤在身，防御就马约尔斯克的俄军第247伞兵团已经被击溃，帮不了什么忙。而第36集团军太怂了，认为挡不住乌军的进攻，负责支援的俄军第37坦克旅则公然抗命，直接拒绝支援乌罗扎因，理由是他们的坦克无法对抗乌军，出去支援就会被乌军的各类精确制导弹药摧毁。听说第36旅挨揍的时候，第37旅的人在后方酩酊大醉。在失去前线防御部队以及反炮兵力量不足的情况下，俄乌双方的战力完全不在一个层面。正面的第36集团军仓皇撤退，在没有重型装备装甲车辆的掩护下，步行沿着 T0518 逃向扎维特内巴赞尼亚方向。不过，乌军占据就马约尔斯克后，对乌罗扎因形成3面包围的绝对优势，就算是精锐部队也扛不住。第二就是战术或者是火力上的差距。乌军这一次对乌罗扎因的攻势颇有闪电战的感觉，而且纵观乌军这2个月在南线的作战，夺取乌罗扎因堪称教科书式的行动。确定目标后就开始准备，先清理外围雷区，开辟安全进攻路线，然后用小股部队火力侦察俄军火力点，最后瞅准俄军夜视装备普遍不太先进的缺点，选择在夜间发动进攻，集中精锐机械化步兵，在炮兵和装甲兵的支援下发起全面突击，逼迫俄军放弃阵地。火力也是碾压俄军。为了夺取乌罗扎因，乌军使用海马斯和集束弹药轰炸俄炮兵阵地，甚至使用 GDAM 炸毁俄军掩体，同时组织炮兵旅对俄军实施局部优势火力打击。乌军在大诺沃谢尔卡方向击中了600多门北约制式火炮，同时在乌罗扎因北部使用无人机对俄军的装甲车和士兵进行重点打击，逼迫俄军的摩托化步兵撤退到据点南侧建立防线。为了进一步消磨俄军战斗力，乌军在俄军补给线上用火力编织了一个禁区，俄军向前线运送补给的装备和人员在乌军的打击下损失惨重，并且使用无人机对这一区域进行24小时的监视，随时呼叫远程火力对俄军补给线进行火力覆盖。火力、战术加上兵力上的优势，俄军没得打，丢掉乌罗扎因，火力军并不意外。
按照惯例的话，俄军在丢掉乌罗扎因这个战略要地之后，会组织兵力发动反击，甚至可能会让航空兵前去支援。只是按照当前的情况来看，反击大概率是不存在的。俄军不仅士气不行，还缺乏足够的武器装备。8月12日，英国的情报机构就表示，俄军士兵在前线激战，但是补给却开始慢慢减少。这都是乌军打击俄军后勤，也就是打击克赤大桥与琼加尔大桥的战果。二者都是向俄军向南部运输补给的关键通道。虽然这种效果不能立竿见影，但是如果一直持续下去，俄军后勤跟不上，那么前线的弹药补给就会匮乏。这点从弹药这一项就能看出来。去年俄军每天最高发射量能达到6万枚，甚至更多，但是现在就只有1万枚左右。俄军想反击乌罗扎因基本不可能。至于乌军拿下乌罗扎因的意义，说大也可以，说小也没事。想要对马里乌波尔发动进攻，就马约尔斯克和乌罗扎因是必经之路。乌军可以将乌罗扎因作为下一阶段向俄军第一道防线大范围切入的支持点。如果乌军愿意的话，还能把乌罗扎因当作发射基地。乌罗扎因是苏罗维金防御工事第一线以北约8公里处，虽然离苏罗维金防线还有一点距离，但是拿下此地之后，乌军的火力可以覆盖整个苏罗维金防线。俄军控制的马卡林甚至马里乌波尔都可能遭到海马斯的打击。拿下乌罗扎因之后，乌军会继续向南推进，下一个目标就是斯塔罗姆利尼夫卡，它是 T0518 公路的节点，属于这一地区的物流和交通枢纽。到马里乌波尔的直线距离约68公里，也是最后一个堡垒。向东可直取马里乌波尔，向西可通往托克马克，而且顺着 T0518 公路，乌军可以直通亚速海，切断克里米亚的陆地走廊，同时将扎波罗热的俄军一分为二。就算是陆地走廊没有完全崩溃，乌克兰军队深入该地区，也可以使用远程武器摧毁克里米亚境内更远的目标，包括重要的机场、塞凡堡基地以及克赤大桥。当然，对于拥有海马斯以及其他远程打击武器的乌军而言，其不需要在漫长的战线上到处实现突破，只要突破关键的1、2处，就能突破俄军的防线，进而实现战略目标。毕竟打蛇打7寸。不过纵观俄乌整体战线，乌军占据绝对的优势，各个方向都有一定的突破。大诺沃希尔卡地区，乌军第35和第37海军陆战旅的联合分队，在第55炮兵旅的炮火下，以及第1坦克旅的坦克支援下，将俄军彻底从乌罗扎因赶出，并且俄军撤退路上使用集束炸弹，削弱俄军战力。托克马克梅利托波尔方向，乌军从北部进入罗伯季涅定居点，同时向维尔博维、新普罗科皮夫卡发起进攻，从3个方向包围这里，分割作战。乌军这么做的原因就是兵多，以最快的速度凿穿俄军阵地。从目前罗伯季涅附近的兵力来看，乌军有第47旅、82旅，还有第65机步旅、第118机步旅等等，其中47旅装备最好，有豹2和 M2，也是拿尖刀用的。82旅装备了史崔克装甲车，比47旅次一等，而第118步兵旅装备的 M113和 M109，坦克用的是波兰提供的 T72，装备比47旅和82旅更差一些，但也已经够用了，毕竟任务不同，装备也不一样。罗伯季涅稳固之后，乌军就有机会前往托克马克，这是苏罗维金防线的最后一道。乌军在整个扎波罗热方向上，从北向南部署了3道防线。罗伯季涅位于第1道防线的核心位置，而托克马克位于俄罗斯第3道防线的核心位置。如果乌克兰突破到托克马克附近，也就意味着已经打穿俄罗斯防线，后方俄军无险可守。在巴赫穆特方向，乌军已经解放了40平方公里土地，俄军之前增援的空降兵以及卢甘斯克摩步兵旅向克里什奇夫卡再次发起反击， T90 和 BMP 配合俄军士兵反攻，但是被乌军第80空中突击旅与第45独立炮兵等部队击溃。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乌军在巴赫穆特的战斗其实很单调，任务只有一个，占领高地，炮击俄军。乌军的最终目标或许不是拿下巴赫穆特，而是绞杀俄军有生力量。赫尔松方向的情况跟火力军之前说的差不多，加强攻势，准备更大规模的进攻。8月14日，第聂伯河左岸，乌军在科扎奇拉杰里伊以西建立了2个稳定的桥头堡。乌军第126国土防御旅以及特种作战部队和海军陆战队部队在奥列什基和新卡霍夫卡附近
与俄军发起激烈战斗。俄军新组建的第39机械化旅也向赫尔松全速开进。赫尔松大战已经开始，乌克兰正在开辟直达克里米亚北部边界的新战线。除了战线上的优势，在援乌 F-16上又有新消息了。4月份的时候，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就表示，乌克兰飞行员会在8月份接受驾驶 F-16的培训，时间大概是6个月，预计2024年春季乌飞行员就能驾驶 F-16。当时说的是培训会在丹麦、荷兰，也有可能在英国或波兰进行，最终计划还未敲定。结果到8月11日，乌克兰政府和军方高级官员表示，在明年夏天之前，第一批接受 F-16战机相关培训的乌克兰飞行员还无法完成培训。紧接着，美国就表示，如果欧洲的训练能力饱和，可以在其本土培训飞行员。美国上场，效果自然比去欧洲更好。而且最近在黑海那边也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让火力军看清了俄罗斯欺软怕硬的本质。俄国防部称，一艘俄舰8月13日在黑海鸣枪示警，并派出直升机登上了一艘驶往乌克兰的帕劳级货轮。这是自俄罗斯退出黑海运粮协议后首次向非乌克兰商船开火。但是这不是第一艘驶往乌克兰港口的外籍船，之前已经有悬挂以色列、土耳其等国国旗的商船进入多瑙河河口，前往伊兹梅尔港。这回俄军拿帕劳级船只下刀，是不是觉得自己惹不起以色列、土耳其？说好的战斗民族属性呢？怎么这就怂了呢？火力军估计有可能是战局不利，俄罗斯没底气再招惹别人。总的来说，就整体战局来说，乌军在南线收复了旧马约尔斯克与乌罗扎因这2个村子，只能说拉锯战取得优势。如果乌军之后收复马里乌波尔，或许会将收复旧马约尔斯克、乌罗扎因当作胜利的起点。扎波罗热那边，乌军拿下托克马克才算赢得阶段性胜利。现在乌军已经在路上了，等到乌军拿下斯塔罗姆利尼夫卡，就可以威胁托克马克。拿下托克马克之后，乌军就获得扎波罗热战役的主动权，再取梅利托波尔，就能分割俄军战线，兵临克里米亚。当然，俄乌双方现在依旧是拉锯战，而乌克兰10月份就会进入泥泞期，留给双方大规模进攻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再没有什么大攻势，那就得等明年了。火力军还是希望北约的军援给力点，特别是战机需要赶快安排上，扩大乌军的优势，让战场更激烈些。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乌军什么时候能抵达托克马克？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